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1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28，收盘价是230.2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32.67，最低价是在226.32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5950.37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3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略有缩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1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，下方是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在盘中股价出现了震荡上行，上方是在232遇到了压力。那么232我们会看到它正好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实体的上沿。那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后呢，股价出现了回撤，最后呢，股价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中间的位置。那么也就是说生成了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走势，成交量缩，那么确认这根 K 线呢，它是一根休息的 K 线，那也就是说股价在等待突破。那么日后股价突破上方从232一直到235是强压力，那股价日后只有突破了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再次出现新高，或者说是收盘价站上235，那么股价才能够有继续上行的走势，那否则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2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30附近。实际在9月13日收盘价是在230.29，出现了横盘。这与我们预测的横盘呢，不仅在点位上，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在盘中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目前股价出现了一根休息的 K 线，在等待突破，所以我们先来依次从股价的上行开始说。那么对于9月1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235。那在到达它之前，这根休息 K 线的最高232，还有这根红 K 的最高233，这两个位置将成为股价到达第一个目标的强压力。然后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站上呢，那么将会再次出现新高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自8月5日以来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。那么上方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56，当然在到达256之前，这个缺口将是强压力，尤其是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240附近，这个位置呢也正好是一个整数关口，那么它也将是强压力。好，那继续向上，
256，我们说这个位置呢也是一个压力位。那股价一旦继续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之后啊，它的真正的目标就是要测试271，这是股价上行的第3个目标。如果271能够再被站上的话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上方再次出现新高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03不变。在到达203之前啊，目前9月11日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17附近，还有这根红 K 的最低210将是强支撑。当然啊，各条均线值也是支撑位。那么还有一个支撑位呢，就是这条下行的趋势线。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呢，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，这是特斯拉股价呢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2个低点确认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。那么在之前我们会看到有数次股价反弹到这个位置都出现了回档。那在7月初的时候呢，股价是首次突破了这条趋势线，然后我们会看到又出现震荡的走势。那在8月21日之后的回档呢，这条趋势线支撑住了股价，那么股价继续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走势。所以我们认为啊，股价在到达203之前，这条趋势线将是强支撑，对，或者也能够被称为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在到达202之前的203之前的上方的支撑位。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那股价继续向下的目标就是182。182如果再被跌破呢，股价将会恢复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第3个目标就是168。当然168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将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16日开盘之后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前一个交易日，也就是9月12日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，我们取的整数关注230。那在9月13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会收高，在它的下方运行呢会收低。但是我们会看到9月13日呢收盘价正好是收在了这个观察位的附近，在230。那到了9月16日，我们继续给出观察位还是230这个位置。也就是这根休息 K 线实体的上沿。那我们认为在9月16日啊，盘中如果股价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才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否则呢，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样一个横盘，也就是价涨然后量缩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股价是很容易回档的。那么尤其是出现低开盘之后啊，那这根 K 线实体的上沿将会是强压力。如果在这个地方低开盘不能突破它而出现反转向下呢，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，甚至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对，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230的目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9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。
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又重新站上了5均值，并且也站上了10均值。那么当周的这根 K 线呢是出现了反弹，那么很遗憾呢，它的收盘价并没有站上前面这根墓碑线或者说是倒垂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35。那这根 K 线呢，它是直涨的信号 K 线，那股价没有站上它，但是呢也没有跌破它，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股价的这个位置仍需要确认，也就是日后股价只有站上这根直涨信号 K 线的最高，才能够瓦解这个直涨的信号，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。那么否则呢，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回档。那在9月16日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那么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因为出现这样一个上涨的行情呢，但是成交量是量缩。如果在周中股价不能够站上235，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会出现回档的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走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对周 K 线图走势的预测。那我们认为在9月9日当周股价如果出现上行，会收盘价在220附近，如果是出现下行呢，收盘价会在196附近。周中我们关注的是这根直涨信号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210附近。那么我们会看到股价在周中一直是在这条观察线上方运行，所以呢股价是出现了收在了高位，也重新站上了5均值。那么到了9月16日当周，那我们给出如果股价继续上行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40附近。如果股价出现了下行回档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在205附近。好，那么周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我们要给出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是在223附近，我们来调整它。好，那么我们为什么给出这条观察线呢？因为出现价涨量缩，然后股价的收盘价没有站上前一根 K 线的最高，这样的信息很容易使股价出现回档。那我们认为回档只要在周中不跌破223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上行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的走势。对，所以说呢我们要关注它。但是如果股价在周中一直是在或者说是长时间在223下方运行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回档，甚至是跌破这根绿 K 的最低。那也就是我们认为很可能会收盘价在205附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关注223的理由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强反弹的仓位，成本价是在228，在这个位置。那最后一次加仓呢是在9月11日收盘价228这个位置。在9月12日我们没有给出加仓的建议。那么在9月13日我们这个强反弹的获利目标我们给出的是从
230，一直到上方的233或者到235。那么我们会看到呢，连续2个交易日股价都是在我们的获利的目标的范围内。如果例如在9月13日盘中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，那么这个仓位是会继续持有的。那到了9月13日收盘价是在 230.29， 那在这个位置对于这样的一个强反弹的仓位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，因为出现价涨量缩，那股价是容易回档的，所以在技术上我们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的。那到了9月16日，如果我们继续持有这个仓位，我们要继续给出止损位。那么止损位呢，我们将会继续守217，也就是这根吊人线的最低。还有，如果想承受更大的风险，可以守210。这是我们说的这样一个强反弹的仓位。那么对于这15%的强反弹的仓位呢，目前的获利目标依然是230到235之间。好，那这是多头，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从232到235，那么空头的目标是下方的210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1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33到235，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。第二个压力位是240，第三个压力位是256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27到230之间。第二个支撑是从222到224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第三个支撑是从217到219，这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它也包括这根吊人线的最低，也是一个强支撑。然后第四个支撑就是210，它也是强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给出的这2个预测呢是并列的，对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如果是下行，那股价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31，最低下方会到达220，收盘价会收在221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3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，也就是会形成一个突破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29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38，收盘会收在234附近。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41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将会收在238附近。那我们预测的这样的一个上涨呢，实际上从我们做对于均线的计算呢，如果股价不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呢，在这个地方一定会回档的。这是我们对均线测算的一个结果，也是我们对这2个判断推出这2个判断的原因。
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9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